当你学会驾驭振动频率，成为4次元存有时，将会觉察到所有的实相。为了发展这项能力，你将会先练习平衡3到4个实相，然后是5到6个等等。你们正在唤醒源头造物主的能力，而你们将成为自己的源头造物主。源头造物主创造这个宇宙和其他宇宙的目的，是为了发展自我，开启多次元数据通道，以便造物主，也就是你，知道他的意识存在于万物之中，于万物中觉察到自己，觉察相关的所有事件，去运营这一切，而不致发疯。你自己也正在发展这种能力。基本上来说，你现在正在走的，也就是最艰难的部分，因为你总在怀疑它是不是真的。身体告诉你一回事儿，而头脑又那样去想，身体这样去说，而社会又那样去讲。知晓正在成长，它是你内在觉醒的知晓。请务必时刻坚定不移。当你开始直接体验这些天赋和能力的时候，请无论如何学习与之合作，知道你是被神圣指引着的。所有吸引而来的事件都是为了你的提升，无论生活中因此爆发了多少巨变，最终这些事情会丰富你的生命。现在的情况就好像是有人把1桶黄金倒在了你家后院，你看到后大声疾呼：哦，老天，黄金把草坪压坏了。你认为草坪不像往常一样美丽了，因为有黄金倒在了上面。无论何时遇到一个体验，学着去参与其中，在你的肉体之中全然的参与，享受它，跟它一起开心的玩耍，学习如何同时观察自己的体验，体验对自己和他人的影响，以及从体验当中所收获的。然后每当有不同寻常的事件到来时，你就可以说：哦，太好了，太好了，它又来了，我能从中学习到什么呢？当你还没有这些体验的时候，去开始想象，开始掌控你的生命，假装可以命令，或者在下次来临时可以改变这些体验。就像你学习在梦中变得清醒一样，命令怪物不要追赶你，或者在梦中被老师打分不及格时拉响下课铃。你作为一个物种，作为一个个体，必须在生命所有的体验当中培养这种信念或者意愿。你的所有的自我面向的融合将会在地球上发生。你将会遇到的自我来自宇宙的各个角落。有一些自我，当你想到他们就会吓坏，还有一些自我，哪怕看到他们一眼也会触发心脏病。这些都是你的自我。此时的地球正在经历一个启蒙仪式，你们也正在经历一个启蒙仪式，因为你们是地球的一部分，不可分割。地球正在转变自己，并在太阳系当中起到多米诺骨牌的作用。它要把多个世界整合为一，落实自己，以便允许这些世界的存在，并转换体验。这是地球要去做的。因此，当然，你们所有的人必须做到相同的事情。3次元世界正面临多维度的冲击，不是世界的崩塌，而是多维度的碰撞。许多次元将彼此碰撞，某些次元或许看起来令人恐怖。这个测试意味着要穿越到达另外一个实相，
去战胜它，改变它，要面临着看似难以置信的黑暗能量和实体，并理解它们是来寻求融合的，因为它们就是你，它们是你多次元自我的一部分。你是标准的载体，你是光，黑暗会去向光。对待这些事物的时候，要非常的明确。如果你们针对有些事情有犹豫，就不要去做，要明确。我们把光定义为信息的促进、推广和分享，黑暗则是信息的控制和抑制。考虑一下这个定义，去感觉它。你带着蓝图来到地球，行使携带光的任务，并引发行星的转变。你必须成为灵魂的标准载体，你灵魂的一部分将会为你带路。那一部分的灵魂说，我选择了这条路，这是一条光和信息之路，不再处于黑暗之中。你是否思考过，有一部分自我处于黑暗当中，不知如何找到光，除了通过你。他们也渴望光，他们渴望解决和答案。你所感觉到的并不是黑暗力量的真实意图，而是他们的情绪所组成的面具，因为缺乏信息而导致的恐惧。你的部分自我是无名的，他会来找到你，寻求获知信息。你会如何告知他们？你发散出光，你分享光。你说，我意愿所有的自我参与这个旅程，让他们也得到光。这很简单。光明与黑暗之争并不真正适合你，它属于让你困惑的分离故事的一部分。事实上，它们只是个体灵魂的不同面向，扮演不同的角色，互相斗争。你与自己交战，光明和黑暗，或者善与恶的战争，是你自我各个部分之间的斗争。这些部分只不过是同一集体能量在不同次元的延伸或者化身，而你是这个集体中的一员。有些事因为不理解，你才害怕。你作为意识的分离状态，处于源头造物主游戏的一部分。你存在于一个二元对立的宇宙当中。源头造物主以自由意志组成了这个宇宙，所以自由意志可以引起混乱，然后让能量重排，并认识到造物主存在于万物当中。由于自由意志存在，一切都被允许，所以对立面出现了，对立分裂的自我，一如源头造物主在万物之中，并允许一切发生一样。你遇到的恐惧事物，正是你自己。因此，要明白善恶之争，你只需认识到这是自我不同部分之间的互动。这些自我的不同面向，允许你从其他的角度来进行这个互动。作为光之家族的成员，当你存在于其他地方时，你进入自我的不同面向，并让这些部分趋向完美。当你来到这里，进入地球的稠密实相，并在勉强运转的 DNA 双螺旋下生活，因此你忘记了许多事情。现在随着觉醒，你即将引导自己认识到，你就是自己的敌人。作为光之家族的成员，你获得了其他人没有的大量礼物。你携带它来到这里，经由提醒想起它。现在你正学习并接受它。你任务的一部分是与看似敌对和分离的那部分自我进行融合。这些自我位于存在的方方面面，
同时，你们的任务是在收集自己灵魂碎片的过程当中，携带着爱，也就是创造之频率，还有光，也就是信息之频率。你们聚合成一个灵魂，以收集体验并充实源头造物主。当你们分离，就各自分开，自由行动。不管如何选择，不要评判，这样才能收集适当的信息，将你们带回完整。如果未能超越，你很容易陷入善恶之分。你是无数人格的一个集合，这个集合转世于不同实相的系统当中。作为光之家族的成员，你进入这个实相并带来信息，就像在许多不同系统中所做的一样。也有一些你自己的版本，在蜥蜴人、昆虫或者鸟类当中做着同样的事情。你是不同人格的集合，作为光之家族的成员，你也曾经转世为非人类。光之家族成员的一个共同特征是，他们都参与进入很多有感知或者复合的实相之中。你们选择转世的某些形态，可能看起来很陌生、很吓人，然而，这就是你进入自己灵魂的方式。你不会只化身为一个物种，你是旅行者。当你伪装成人类的时候，你也会伪装成蜥蜴或者其他什么。你这样做是为了通过在各种看似毫无共性的物种当中领悟造物主的本质，从而整合你自己。作为光之家族的成员，你们知道内幕，你们作为光之使者来整合实相，并让他们更熟悉自己，这样实相中的每个个体能够释放恐惧，变得无拘无束。你工作的一部分是与这些其他自我相遇、融合，并体验其感觉。理想情况下，你会成为多次元旅行者，能从身体当中获得力量。你们可能正在田野里劳作，从事园艺，与人闲聊，或者去摘草莓。一个声音出现在你脑海当中，你停下说：“有人呼唤我，我一会儿回来。”你离开并坐下来，允许当前的地球人格离开，带着清醒的觉知。你把这个人格带到所需之处，在那个实相当中增加光之家族的能力。你会知道的。你们都会成为多次元的玩家。有人听到内在的呼唤时，你们什么都不会去想，就去响应这种呼唤。你将带着清醒的觉知去旅行，并享受自我的乐趣。你无需再去读书、听磁带或者看电影，因为你会亲身经历那些东西。随着你把光之家族的能力带到地球，会有人不会想让你继续留下，因为你与他们的神格格不入。不是每个人都想要自由。你们作为光之家族的成员，将会创造一个自由的新地球。那些不希望自由的人，也将拥有他们的行星。在分离时刻，会发生分裂。光之家族的成员们知道，没有必要强迫任何事物。你们只是在和谐互助，找到彼此。这样，你们在做事情的时候会感觉舒适，因为你们所做的事情会非常惊世骇俗。在这个时代，你们每个人自愿携带一种频率来到这里，在此时那频率是光，但最终你将学习如何携带爱的频率。你们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爱的频率是什么。你们谈论光和爱，然而并未领会它们的结果和真正的含义。光是信息，爱是创造。在可以创造之前，你必须知晓信息。明白这一点吗？
当你们成长并拥有更高认知的时候，就会突破困住自己的水泥层，把那些限制人类体验的频率看作一个广播站。人类使用这同一个广播站已经30万年了，日复一日的老调重弹。人类不能调和，不能听到另外一个频道，因此同样的频率一再播放，这造成一种隔离，整个星球的封闭。来自源头造物主和最初计划者的创造性宇宙射线会穿透这个频率罩，轰击地球。然而必须要有人在地球上接收这些宇宙射线，没有接收者，这些射线就会制造混乱和困惑。你们作为光之家族的成员，来到这个系统，接收这些知识的射线，然后你向其他人传播知识、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频率，进而改变整个星球。作为光之家族的成员，你到这里锚定频率，并允许转变在体内发生，以便带动整个地球的转变。你会活出和亲身经历这个过程，然后向整个星球进行传播。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们的实相，以及你们如何对待那些实相，最终都将会改变。你们将不再是已知的自己，你将与同样期待意识飞跃的那些自我更加连接。这个过程包括遇见、融合以及使用多次元自我。当你到达更高的意识状态，就会认识到你并不孤单，因为你有许多自我。理解这些是一项挑战，若不通过多次元自我，便无法触及更高的知识领域。这意味着充分的理解、体验、遇见并融合那个智慧集体。这一集体存在于无限拓展、超越时空的当下。相信我们，作为光之家族的成员，你研究了大量曾经发生在地球历史的操控，就像有人派往现场执行任务之前或接受长期训练一样。你们每个人经历过训练，拥有内在知识。我们的角色是触动关键的那根弦，让你的意识活跃起来，然后你就能够展示早已经准备好的曲调、歌声或者舞蹈。知识存在于你的内在，一旦你们同意去挖掘，将唤起越来越深层的觉醒。如果你同意这么做，将会变得极为自立自足。那些不会因为恐惧而停止脚步的人，将会变得难以置信的博学。很坦白地告诉你，恐惧永远是进化过程的一员，因此习惯它，不要感觉恐惧不好。当你臣服于恐惧，认可它们，然后你必须循环穿越它们，体验所有的感觉，以便战胜它们，去开始说，我愿意转化这个恐惧，我愿意理解它是计划的一部分，我愿意理解它与我有益。记住，你用意愿创造实相的能力和力量，终结于恐惧升起之处。而我们将要告诉你，生命就是与恐惧相遇，开始审视生命中的事件，以及你如何创造了它们。要明白，你总是创造它们来服务于你。你被训练来做这个，你注定要做这个。